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抵定；第二个是欧盟也表态关切台海局势，美日欧协调对话政策；第三个是人民银行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是贬值。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啊，先讲这个伯恩斯。路透社今天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宣布已经选定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伯恩斯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美联社也报道说总统拜登将正式向国会提名伯恩斯作为驻华大使的候选人。伯恩斯今年是65岁，是职业外交官，曾经任国务院副国务卿那么没有任何的中国工作的经验。外交圈子认为他对华态度偏向于鹰派。伯恩斯是个苏联问题专家，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期间任这个副国务卿，那么也担任过这个驻希腊大使。然后他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机构任教也曾经在拜登竞选总统期间给拜登提供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那么今年1月份，伯恩斯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新疆人权问题、香港局势等议题，他认为美国应该与德国、欧盟合作，共同捍卫民主与人权。伯恩斯建议美国、欧盟和日本应该联手就中国的非法贸易行为与中国进行对话，因为美日欧占全球1半以上的经济体量，共同发声便有足够的分量，使得中国尊重国际贸易规范。到了今年2月份，伯恩斯接受 CNN 的专访，他说美国不能将2战以来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美国与中国的较量是民主与威权之间的较量。大家记得我们昨天节目里面讲，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协调员坎贝尔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激烈竞争的时期，接触政策的时期已经结束，竞争将成为主导模式那么这就是伯恩斯现在任命伯恩斯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一个背景。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回应，他说，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一样，难免存在竞争，但用竞争来定义或者主导中美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只会导致对抗冲突。即便是竞争也应该是良性的，以相互提高、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这是中国的回应那么坎贝尔提到的这个接触政策，其实背后有2个取向美国对华政策当中。第一个，就算美国做了违背美国利益就算中国做了违背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也尽量维持中美关系，防止关系破裂，就是不翻脸。这是第一个取向。第二个取向，美国通过提供诱因改变中国的行为，阻吓的底线就是不能破裂那么当然这2个取向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中国在中美关系当中取得了主动，并且利用美国提供的诱因发展自己。所以坎贝尔其实他讲的说中美关系接触政策时代已经结束，什么意思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接触政策背后的这2个取向不复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不再是中美关系的维持会长。那么如果中国违背了美国利益，美国将会坚决回击，哪怕翻脸也在所不惜。这就是美国现在在中美关系上的立场，它已经改变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拜登总统任命偏向鹰派的这个伯恩斯任这个驻华大使，
说明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呈现非常明确的强硬的立场这是伯恩斯这个主题。另外，欧盟跟日本，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5月27号两个人一起和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这个视频峰会那么峰会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提及关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继美日、美韩还有 G7 外长会议之后，欧盟领袖公开关切台海局势。所以你可以看，就是美国和他的主要的盟友在台湾议题上面的立场已经基本上一致了那么联合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此外，联合声明提到，欧盟与日本将针对香港、新疆及其他区域事务密切协调，并严重关注东海和南海局势，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改变现状和加剧紧张局势的企图。这个立场，你看这一连串的表述和美国与日本的表述一致。和美国与韩国的表述一致，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日本、韩国美国、日本、欧盟这三个主要盟友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上协调完毕在对华政策方面此外，重申尊重国际法，保持航行和飞行自由至关重要。欧盟表示，这场峰会是为了促进与日本的紧密伙伴关系。在欧日经贸协定生效2年以后，面对当前疫情，再加上气候变迁以及印太和全球范围的安全挑战等议题，应欧盟和日本合作更加重要。联合声明指出，欧盟与日本同样的与美国建立了长期牢固伙伴关系。希望三方加强合作共同支持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欧盟与日本宣布成立绿色联盟，促进双方为加快应对气候变迁及保护环境采取协调立场。双方承诺共同支持负担得起的疫苗诊断和治疗方案，并致力扩大疫苗生产并保持供应链开放。这就是欧盟和日本协调立场，然后是欧盟跟美国在前一天，欧盟对外行动秘书长萨尼诺5月26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到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双方举行了美欧高级官员首次中国问题对话。那么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合作、竞争和制度性的对手的要素。双方强调共同关注包括在新疆、西藏持续侵犯人权行为、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的侵蚀、经济胁迫、虚假宣传以及区域安全等问题，特别是南海局势。双方讨论了台湾有意义的参加国际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双方还讨论了气候变化和不扩散的问题上，以及在某些区域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的问题。这是欧盟跟美国之间协调那么去年10月23号，时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启动了有关中国的双边对话中国议题的双边对话。那么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对华政策的美欧协调措施那么萨尼诺和谢尔曼会后的这个联合声明指出，
即将于6月15号举行的欧盟美国峰会，是振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双方强调了美国和欧盟在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共同利益，并承诺在支持民主价值观、全球和地区稳定以及普遍人权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合作。这就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协调，马上就是美国跟欧盟进行峰会。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的这种盟友的这种工作已经基本上接近完满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欧盟就是说美国的主要的盟友，在对华政策上面已经基本上协调一致了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就基本上已经搞定了啊。这个影响是什么？影响基本上就2条。第一条，那么美国将会推动与盟友一起的行动，美国就不会单独采取行动了。美国要采取行动，就跟他的盟友一起采取行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在协调这些立场方面，美国的其他的盟友在对华政策方面也会采取共同的立场，所以中国就面对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啊。好，第3个议题讲讲人民银行。人民银行5月27号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第7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么30家成员参加了会议，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外管局副局长王春英参加了会议啊。那么这个会议呢，其实是讲什么呢？讲这个外汇市场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中国的外汇市场是一个我们叫中国外汇市场，他们叫人民银行自己描述啊，是这样啊。那么中国的外汇市场叫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这个方案。那么中国外汇市场呢，参加外汇市场的呢，都是外汇指定银行啊，外汇指定银行才能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然后呢，所有的场外的，就是中国实行的受贿制啊，受贿制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啊，通过银行去把外汇卖给这个银行，银行在外汇市场买卖，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其实企业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啊。开这个会其实讲到底，归根结底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所谓的预期管理啊，这就是预期管理。预期管理是什么？就是改变你对市场的看法。讲的不好听，是具体事务上的洗脑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会议认为，这个会议我把这个会议讲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什么意思啊？会议认为，当前外汇市场总体平衡啊，未来影响汇率的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很多，人民币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没有任何人可以准确预测汇率走势，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汇率预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个人，都要避免被预测的结论误导啊！看见没？人民银行开始说这个话了啊。那么在这个在人民币汇率体制度下，汇率不能作为工具，既不能用来贬值刺激出口，也不能用来升值抵消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关键是管理好预期啊，就是管理好预期，你要听他的管理啊，坚决打击各种恶意操纵市场、恶意单边制造预期的行为，就是你们不可以制造预期，
制造预期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人民银行啊，其他人制造预期都不行啊。那么会议强调，企业和金融机构应积极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状态。那么企业要聚焦主业，那么树立风险中性的理念啊，那么避免偏离风险中性的炒汇行为，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者是贬值，久赌必输啊，这个意思啊。然后意思就是，金融机构不仅不能帮助企业炒汇，自身也不宜炒汇，否则不利于银行稳健经营，还会造成汇率大起大落。啊，什么意思呢？这个汇呢，意思就是大家不要炒汇，就是让大家不要去参与外汇市场的操作，不要去炒汇，因为你要么就买跌，要么就买升。你加入在外汇市场，你无非是两个选择，一个是买跌，一个买升。那人民银行既不希望你去买跌，也不希望你去买升，你基本上就不要做，不要去参与这个买卖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民银行怎么会跑出来讲这番话？人民银行跑出来讲这番话是有原因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人民币最近涨，人民币最近涨呢，这个外贸公司就骂得很厉害啊，外贸公司骂得很，你这老涨，你这涨得太厉害了，我们出口怎么办？因为你想，人民币要是涨高，那么中国的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的话，它对应的美金不就高了吗？所以它的出口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所以影响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啊，这是一头。所以呢，就外贸企业在骂。那么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就是原材料价格，原材料价格最近在暴涨，原材料价格这个暴涨呢，那么有一些这个经济学家就说，想办法让人民币再升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抵消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幅度。所以为什么人民银行跑出来讲，就是我们人民币汇率不能作为工具，意思就是既不能用来贬值刺激出口，也不能升值来抵消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上涨。因为人民银行把人民币的汇率不管往哪头走都会被骂，这就是现在人民银行现在的处境啊。那么实际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最近所谓的涨或者是升值，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美元的贬值。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但是人民币对欧元、对日元其实还是贬值。所以其实不是人民币的，不是中国的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升值，而是美国的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不升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银行也控制不了。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在短期之内，主导人民币汇率上涨或者下跌的因素，并不是中国国内的基本面，而是什么？而是美元的这个美汇指数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银行也控制不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人民币涨上去了，涨上去意味着什么？涨上去意味着风险开始堆积了。那人民银行现在最怕什么？人民银行现在最怕的是跟风。如果在上去以后，你再往上炒下来，那打下来就非常的大，啊，就产生的这种冲击就非常的大。就怕你比如说你没上去，往下走不了多少，但是你上去了再往下走，那这个势能就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时候人民银行跑出来干什么？人民银行这个时候跑出来的就在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叫预期管理，下毛毛雨。下毛毛雨的目的是什么？下毛毛雨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去炒外汇。
那外汇市场是一个这样的特点，外汇市场非常的大啊。当然我讲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外汇市场，其实全世界的外汇市场规模都非常的大。所以外汇市场对外汇市场来说，单一的力量是不能够主宰市场，因为市场规模实在是太大。那么真正带动外汇市场产生波动的力量是什么？就是风潮。所以其实决定这个外汇的走势的，往往是什么？往往是就是在这个证券公司泡在证券公司的大神们啊，他们的看法往往决定了外汇的走势，因为他们的数量非常的庞大。所以呢，风潮其实就是外汇市场的特征，外汇市场风潮是特征。人民银行跑出来讲这番话，你既不要赌它涨，也不要赌它跌，其实意思就是你就不要去跟风炒卖了。这就是人民银行现在最担心，就是假如有人去炒卖人民币的话，不管是往上炒还是往下打，对人民银行来说都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炒上去意味着往下打的产生的冲击更大，而且在这个位置往下打起来的话，它产生的势能也是很大。所以人民银行开这个会，其实向市场传达的信息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信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对什么依赖最大？目前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最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两件事情实际上汇集到一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啊，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会改变什么？其实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会改变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为什么？因为成本上去了。那你比如说机电产品，你机电产品出口背后如果钢材价格上涨，那你机电产品意味着什么？你的成本就上升，你成本上升，你出口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或者你只能够，你比如说你原来卖$100，一个小电机卖$100，你现在还只能卖$100，可是你后面的成本涨上去了，可能成本已经涨到了99块钱，你已经没有钱挣，那你怎么办？你不涨价，你没钱挣，甚至可能赔钱。你涨价的话，市场上你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是$100，那你涨到$110的话，可能或者$105的话，可能你的客户就直接去了你的竞争对手那里。这就是目前中国出口企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西方包括欧盟也好，包括美国也好，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疫情开始对经济的影响开始减弱啊。那么其他的国家也开始进入这个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意味着全世界的经济复原比大家想象的要快。那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是什么竞争？就订单的竞争。那么其他国家没有恢复的时候，订单往中国跑；那么其他国家开始恢复的话，订单又会回去。那么当订单开始回去的时候，中国原材料价格一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未来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就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这是下一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人民银行开这个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虽然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进出口关联度其实不大，之前已经有学者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和中国进出口的这个情况关联度非常小，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但是它会产生心理影响，就是当中国出口开始下跌的时候，它会成为什么？
它会成为外汇市场炒卖人民币的其中一个理由。外汇市场就是这样，外汇市场有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大家认为这件事情是怎样。你比如说像人民币和港元，人民币和港元有没有关联？从逻辑上来说，这两个是不同的货币体系。港元是穿着港元外衣的美元而已，它是个货币局制度，所以其实流通中的港元其实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用港元的形式支付美元而已，它跟人民币有没有关联？1毛钱关联都没有。为什么？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以中国政府为信用基础发行的货币，这两者之间没有1毛钱的关系。但是市场上不是这么看法，市场上认为他们俩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当人民币被炒卖的时候，港元会不会受到冲击？一起会受到冲击。这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就当时的韩国货币韩国元被冲击的时候，其他的亚洲货币，特别是那些负债比较高的货币一样受到冲击。比如说像泰铢也同样受到冲击。你说泰铢跟韩元有没有关联？1毛钱关联都没有。但当他市场认为他们有关联的时候，他就关联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大妈们是这么看法，那就会有这样的效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民银行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远离外汇市场，不要去跟风炒卖。讲到底就是这样的话。这是个什么？这是人民银行已经闻到了来自外汇市场的危险的味道，他们已经闻到了这个味道，所以他们跑出来开这个会。中国现在的经济管理部门，他们现在基本上他的经济政策是由2大部分构成。所有的经济管理部门，包括像人民银行、像发改委、像财政部，他们的经济管理工作就是2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政策本身，就是制定一个政策，比如说人民币的汇率政策或者人民币的利率政策，这是个政策本身。第二个部分是什么？预期管理，就是预期管理，对市场进行预期管理。预期管理是什么意思？预期管理的意思就是你要成为对冲，你的看法要符合它对市场波动的对冲行为。这个讲的有点拗口，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觉得人民币现在高了，他觉得人民币现在汇率太高了，他想让人民币汇率降下来一点。那他怎么办呢？他可能理论上来说，他想让人民币汇率降下来一点，他在外汇市场上抛售人民币就行，但他也不想做这个动作。那他怎么办？他就去进行预期管理。预期管理就讲相反的故事。所以我就经常讲，中共对事实呢，事实的边界很模糊，他就讲相反的故事，让这个市场觉得这件事情是反着来的。因为现在市场这个人民币汇率在往上走，他讲一个相反的故事，那市场觉得这个人民币应该往下走，他就去做着往下走的操作，这市场真的往下走。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高度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经常做这个动作。所以就是他说的和他实际做的正好反过来。就比如说人民银行讲我们不大转弯，不急转弯，货币政策保持延续性。可是其实去年12月份人民银行其实银根是在收紧一看，到了1月份一看形势不对，
赶紧放松，赶紧跑出来讲，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经常说一套，所以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基本上他们的操作是什么？他们基本上的操作叫说一套做一套，外汇市场上也是这样，所以大家要小心。我还是那句话，人民币汇率最近比较波动，大家要谨慎一点，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这里也特别的感谢一下啊，因为经常有网友在我的推特上，在我的 Facebook 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区写很多对我的肯定的话，给我的鼓励的话，我看得我非常的感动啊，所以但是我又没有太说，我就在这里一并谢过啊，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继续前进，把节目做好的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的力量，好吧？感谢啊，感谢。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美韩联合声明没有提及新疆、台湾问题？没有啊，提及啦，哪里没有提及？我来看一下，我念给你听，我找一下啊，我看一下能不能迅速找到，不能迅速找到我就算了啊，我是有留的。美台联合声明，哎呀，我这一下子找不到。有的，有说的啊，不行吗？找不到。有说的，你记得不对，有提到新疆，有提到香港，有提到台湾啊。提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威胁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称如果与黎智英账户继续往来，将面临7年监禁。请问王先生，中共就算要打压反对派，为什么要在银行体系上下手？似乎完全不在意国际社会逐渐丧失对香港金融体系的信心。威胁汇丰银行跟花旗银行，面临7年监禁。我觉得有2点吧。第一点，如果他真的这件事情真这么干的话，理论上来说，他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说的这件事情成立啊。我不觉得黎智英有账户往来，他不是已经把它冻结了吗？他的账号，他为什么还说他再有继续往来呢？不在意吗？完全不在意吗？如果他做这件事情，其实后果很严重。为什么？因为银行是根据银行对客户的往来，其实基于什么？基于他跟客户之间的合约。那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开个账号，其实跟他开个账号意味着什么？我们跟银行签订了一个合约。那么合约是什么？合约我们有一个交往的基本的规则。那么这个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如果这个银行收到黎智英的一个指令，他要去根据这个指令做出安排，这是基于双方的合约。那么李家超说，汇丰银行也好，那么这个花旗银行也好，如果执行这个合约的话，他就面临7年监禁。当然，他的前提应该是理论上，我没看到原文啊，理论上应该是国安法。但是国安法，那你让银行怎么办？如果他不执行这个指令，意味着他违约；如果他执行这个指令的话，
那他就面临7年监禁。那你李家超告诉大家，告诉银行他该怎么办？他违反合约一样的有后果的。李家超说这个话肯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将面临什么？这就意味着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面临着国安法的重压，也就是说，所有的商业银行，他都要搞清楚他的客户有没有违反国安法。如果他的客户违反了国安法的话，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一样可以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像李家超这样的笨蛋，他们一起在摧毁香港金融中心的声誉啊，就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不知道啊，出于愚蠢吧？你看不也没看出来他们有那么愚蠢呢？我觉得大概率的情况就是按照指示办事呗啊。情况加问题，石正丽团队，在 Medicine 杂志上刊登于2015年的论文里，明确写了如何通过改变 ACE2 蛋白，打破蝙蝠身上类 SARS 病毒与灵长类动物的隔离。现在搜索郑丽石依然可以找到这篇论文，为什么没有主流媒体提出来？你不要问我，你要问主流媒体啊，我没办法带他们回答啊。第一，你确定主流媒体没有提出来？第二，你确定主流媒体不答？你问一下他们好不好？我就答不了了。提问：近几天再起病毒溯源，如最终确凿发于武汉病毒所，民主阵营必面对2个问题 ：A. 意外泄露，民事所偿 ；B. 故意释放，刑事追责。而到最极端的时刻，习匪帮必定露出獠牙。面对这个世界最强的流氓集团，民主阵营恐怕也是进退维谷，可能将自己置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明显没有不掀桌子搞多方慢慢绞杀的效果好。以美情报实力，应早有证据。美国现在要揭底牌的目的是什么？不应该是没有预期到最坏的结果啊。你讲了那么多的前提，然后让我回答你，以这个前提，以这么多内容为前提的问题，就是说我得先接受你前面的前提，可是你前面的前提我不同意，所以我就没办法回答你，你说呢？好不好？所以你要提问的话，不要放前提进去。如果你放了前提进去，我就必须承认你的前提；如果不承认你的前提，我就不能答你。你说呢？好不好？所以我们尽量的，在记者会上这叫什么？这就是挖坑，挖坑给回答的那个人，就是我先设定一个前提，然后以这个前提为背景为条件提一个问题，你回答这个问题等于承认了那个前提。那如果你不承认那个前提，你就不要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答，好吗？提问：美国和盟友步调一致，接下来欧盟会跟美国一起抵制冬奥和追查病毒源头吗？这2件事情会对中国有什么实质性的打击？有什么实质性的打击？你说冬奥会抵制冬奥会，你想讲的是北京冬奥会，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一起啊，但是肯定来说，他们协调立场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实质性的打击？当然有实质性的打击。什么实质性的打击？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提问：王老师好，近日欧美各国逐步开放国门，而中国至今严防死守，甚至对日均确诊少于1的香港执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是旅游输出国，维持国际物流，关闭跨境旅游似乎对中国有利无害。
欧盟各国开放国门对中国是否形成开门的压力。只身一人被封在香港1年多，家人都在内地，我心里接近崩溃，不知何去何从。旺旺老师详细解答。中国的情况很特殊啊，中国的情况特殊在哪里？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所有的卫健委报出来的所有的确诊的案例都是输入型，本地案例一天也就是1、2个啊。那么中国一直都在出现输入型的案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么也许是真的，我们假设它是真的。那么真的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你看在美国的情况就是你只要打疫苗，这件事情就形势就很明朗，只要形成群体免疫，那么基本上疫情就会控制，对吧？所以这个局势就会越来越明朗。这是美国的情况，欧盟的情况，西方国家的情况大体相同，就是随着疫苗接种越来越普及，疫情就慢慢的受控，然后形势越来越明朗。这是西方国家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就很特殊，2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它的疫苗不可靠啊，它的疫苗不可靠，不可靠到什么地步，没人知道。或者是我们翻过来讲，它的疫苗到底有多大的保护力，不确定，因为它完全不透明，而且它的疫苗供应商名声狼藉，所以你现在出了很多的情况，就是打了疫苗，你比如说像深圳那五个操作的这个跟操作这个货柜的这个团队全部感染，意思就是船上有人感染传给他们，那这些人全部都打过疫苗，他5个人全部都感染，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疫苗没有提供任何的保护。那你有2个有保护，2个没有保护，你还3个有保护，上国2个没保护，你说得过去。你现在5个全部都没保护，那所以中国的情况就很脆弱。你可以看到，当有一个人发生这个确诊的时候，那整个城市就封起来，说明它整个的疫情是很脆弱的。就现在中国的疫情，虽然他已经打了五六亿，他说已经接种了5、6亿这个疫苗，可是中国的疫情仍然非常脆弱，情况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就算是中国在加紧的打疫苗，中国的疫情仍然不受控，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疫苗供应商，疫苗供应商本身不可靠，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好了，在这个问题，在以这个为前提，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中国不断的强调它出现的确诊案例都是输入型的，这是第一个。那说明什么？说明它还是很脆弱，这第一个。第二个，它为什么要控制不开入境？原因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判断，如果欧美各国都开放，那么会不会对中国产生压力？会的，一定会的。那如果中国不开的话，其他国家开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就被打脸啊！就是说，中国你说你已经打了很多的疫苗，你理论上你能够控制疫情，可是你又不开，你不开的话呢，说明你疫情还是没有控制住。你开的话呢，其实你的局面非常的脆弱，所以其实越往后，其他国家疫苗打得越多，情况越稳定，对中国的产生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之前吹了很多牛，这些牛吹到现在变成什么？中国自己把自己给抬上去，下不来了，就这样的问题。所以，
你要是一个人在香港，封在香港1年多，其实香港的情况现在很稳定很稳定。我印象昨天好是零案例，那你就坦然的在香港待着呗。啊，我觉得心理接近崩溃这件事情，我很同情。但是其实你翻过来想一下，至少你不会被关在门里面，关上2月，你说呢？所以这个情况，中国会有压力就是其他国家开放对中国有压力，但是中国最终会怎么选择？以我的判断，中国还会不会那么快开？中国不会那么快开，因为中国的形势还真的是脆弱。你可以看一下，你看深圳搞一把，广州搞一把，之前的云南搞一把，反正你看就是还是没有很稳定，这形势还不是很稳定好吧？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但是有一点，至少你香港比较安全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以这个为前提，你考虑一下提问：中共从疫情中尝到甜头，如果全世界开始从疫情走出来，它会不会制造并散播新的变种病毒，再次将全世界拉入疫情呢？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答？我答不了你这个，如果他真要这么干，他能告诉我吗？如果你这样预期，我也无法反驳是吗？你说呢？观点：西方要求调查病毒来源，应该会加速中西脱钩进程，因为习治下，这根本是一个不能解的题。观点：人民银行这个表态大概率表明人民币已经见顶了。不好说，关键还是看美元观点：前2天炒作的人民币要长期稳定升值的消息，明显是烟雾弹。原因很简单，要知道外汇是可以炒的，连 ETF 都有。以前汇率变动什么时候有过提前放风的？提前告诉全世界我要长期升值，疯了吗？人民币不会大幅升值，这波升值放风的骚操作，同时配合涨到6.3，就是忽悠国际资本买入人民币，侧面说明外汇储备已经入不敷出。当然，如王老师所说，缓解输入通货膨胀是对的。其实中国现在是被动挨打，竟然忽悠韭菜，人民币会全面国际化。我没有意见。为什么？老实说，这一波操作有点怪异，我自己感觉有点怪异就是说，背后有没有人在做局这个做局的人到底是不是人民银行？我觉得做局的应该就不是人民银行因为如果是人民银行的话，人民银行不会跑出来讲那番话。但是谁在里面做局我不知道，但是有点怪异人民币汇率的这一波操作是有点怪异，我自己感觉，但我说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反正大家小心就是了小心就是了，因为风高浪急，小心为上，好吧？问题：我现在付得起首付，也还得起房贷，但我就是不愿意买房，请问我做上躺平吗？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多吗？我不知道，躺平你这程度不到吧？躺平那是躺平的态度更广泛一点，我觉得不算我觉得你不算。像你这样年轻人多不多？首先一点，能够付起首付的年轻人本来就不多那然后付起首付，然后又不买房的人就更少了是吧？我这样说应该政治正确吧？观点：是不是越少人参与人民币炒汇，人民银行就越容易控制汇率？是不是人民银行控制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
人民银行控制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这是个好问题啊。第一个，人民银行通过这番话会不会减少参与人民币炒汇的人？不会啊，不会，它只是预期管理而已。要炒，你想一下，你比如说，我是个出口企业的人，我是个出口企业的老板，那么我要做对冲，我做对冲这件事情，基本上不管人民银行讲什么，我都要做对冲，我要锁定我的利润，否则的话，我有汇率风险。那这件事情跟人民银行讲的话没有关系。那么有些人想炒人民币，那么炒卖人民币的话，跟人民币越喊得凶，前面刚才有网友，你看那态度不是很明显吗？你看开始把人民银行讲的那番话编到这个故事里面去，一起看，你会影响他炒汇吗？也影响不了。所以，影响不了，基本上影响不了。人民银行控制汇率的压力本来一直就很大，为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币早就不值这个数了，就是说人民币现在的这个汇率水平，早就超过了它应有的水平，所以人民银行一直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着，它压力本来就很大，一直就很大。提问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习要这么明目张胆地向朝鲜看齐，这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值得这样做？金家王朝世袭制，他总不能传给女儿吧？哪怕毛时代、林彪、刘少奇等和毛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习就不担心自己玩脱了，继位者上来把他批判一番，再来个改革开放，就算他什么都不做，人民既不可能联合起来，更没有理由去推翻当局啊。我前面有节目讲过这个议题，你可以往前看一下，好不好？就是习近平在想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我其实那个视频里面解释过，习近平他不是现在想的这么做，他其实一上台他就开始做这些动作，跟什么有关系？跟他这一系列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操作，它是一系列的操作，而且它是一个进程，它不是个结果啊，好吗？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就不从头到尾讲，好吗？情况王老师好，通过你的节目增长了很多知识。我和我搭房就是合租的中国人格格不入，他们人在国外还是改不了那些国内的习惯，大声讲话，不懂得尊重人，每天刷抖音，看着微信，还把外音放到最大，说他们也不听，一点也不顾别人的感受，而且一天到晚骂美国，夸中国，我对他们很嫌弃，都很少搭理他们，心里想这些人在国外的毒瘤，而这类人占大多数。对于我这种讨厌国人的心态是不是一种变态，一直很怀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取向各种取向都正常，包括你很看不上的这些人也正常，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理由，所以我都不觉得病态，很正常。他们的反应背后有支持他们做些反应的原因，你对他们的态度有支持你对他们这个态度的理由，所以都不是病态。只不过呢，我们看待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什么？我们把这件事看明白就行了。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多少。那么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你要么选择忽略它，要么选择离开，无非是这样，你说呢？好不好？不必，如果当然你无法离开，那你就忽略它，对呀，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们。
观点，我看到不少外国媒体报道了越野赛死亡21人的新闻，下面的评论都是在质问主办方，表达怜悯，哀悼死者。对比之下，中国人看到国外发生不幸的事情，就各种冷嘲热讽，还会产生一些莫名的优越感，心态真的是严重扭曲，非常对。提问王先生你好，想请问你，美国一旦转变了对华政策的立场，由接触转为激烈竞争，那么这样的竞争将会到什么程度才会缓和或者停止？美国希望在这段新的竞争中达到什么目标？他希望中共做出什么样的改变？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是大概我可以理解是一个这样的问题。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无非是3件事：第一个，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对吗？首先，美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嘛，对不对？第二个，遏制中国，防止中国继续去侵犯美国的利益，这第二个，很能理解吧？第一个，保护自身的利益，从战略目标来说，它肯定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强大我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发展我的利益，这第一个。第二个，遏制对方，因为他现在在侵犯我的利益。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竞争的战略？就是因为他在侵犯我的利益，我才要采取这种战略。那第二个一定是遏制对方，或者是发现他在某个地方侵犯我的利益，我对这个行为进行痛击。所以这第二个一定是这样，就是遏制对方，防止对方，阻止对方，阻吓对方侵犯我的利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坚持我的立场，坚持我的价值观，坚持美国的这个普世的这种价值观，把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把他的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到更多的、更远的地方去，这应该是这3个目标。所以他希望中共做出什么样的改变？现在他已经不希望中共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讲得很清楚，美国已经开始明白，他没办法改变中国，所以他不再做这个期望。提问：由于制裁的因素，有些企业通过海外做第三方转口贸易，成本增加的大吗？如果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情况吧。你到第三方转口一下，如果你没有工序的话，那会被发现啊。观点：今天直播有人问，现在文革2.0又如何与平躺抗衡？我觉得问这个问题一定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在文革1.0当中，思想不积极就是一种错误，就可以出来批斗。如果文革2.0想治躺平者，对中共来说是小菜一碟，打得非常的好啊。中共建政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把所有人的沉默权取消掉，连沉默权都被取消掉，你还想躺平吗？这个网友答得非常好。情况：香港有个经济学家卢奇源说，人民币升值是为了国内10万个高净值人群。请问王先生怎么看？我觉得他不了解，我对他的观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基本上是没有经济学的常识啊。情况：昨天朋友农场被强拆，他们是那种非常热爱土地、踏踏实实搞农业的夫妻，自己做的玫瑰花馒头以后都不可以卖，说是以后鼓励种小麦和玉米应对粮食危机。真想爬王老师肩头哭会儿，断了人家的生计。真的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么恶劣吗？
提问：昨天在王先生的推特上看到中国近代以来言论自由的对比表，对比了从慈禧到现在的言论自由，现在言论自由度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但现在墙内很多朋友觉得现在这样很好，不能说什么就说什么，还说什么还说所以前面的都灭亡。王先生对墙内的言论自由在未来的走向有什么观点？是不是习下台会有所改变？我不知道，万一上来一个比习还混蛋的呢？啊，对吗？你想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啊，当年胡下台的时候，习上台的时候，大家都没料到习比胡还混蛋。胡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很烦他了，都觉得胡简直是太混蛋了，结果上来一个更混蛋。所以你说习下台会不会改变？万一上来一个更混蛋的呢？啊，情绪正在医院陪房，旁边剖腹产，产妇刚出产房，点滴完了不给续，说欠费，应该让爱国的人都来住院的地方体验一下。这就是中国啊，所谓大国崛起啊。明谢刘艳，谢谢蛋壳，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墨尔本平平无奇的白咖啡。我有一个观点，袁隆平是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应该被尊重，但不被崇拜。被共产党塑造封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需要一个借口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后饿死那么多无辜民众找一个佐证。饿死的人不是共产党造成的，而是这件稻米不行。元老的科学成果等于是帮共产党圆谎，因此杂交水稻到底喂养了多少人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杂交水稻没问世之前饿死的人不能怪共产党。好吧，怎么说呢？绕这么远，你能讲得过去吗？你觉得大家能够收得到吗？你想一下，宣传需要什么？所有的宣传需要一个特别重，所有的宣传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浅白啊，浅白，就是从 A 到 B， 从 B 到 C， 从 A 到 C， 非常浅白才行。需要像你这样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才能理解的事情，公众通常都理解不了啊。所以我觉得会是更简单的道理啊，没那么大家在各种演绎，我不反对啊，但是如果是拿来洗脑的话，就这似乎有点太绕了啊。好，明谢 Renee Mac， 谢谢 Harry 冯，谢谢 Alice， 谢谢王老师今天领带颜色太美了哦，谢谢你啊。冯新华，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